近几年，全球各地的冲突场景让我们见证了现代空防作战的残酷。密集的导弹突袭，加上成群结队的无人机，所谓的饱和攻击已经从兵棋推演中的名词变成了荧幕上真实发生的画面。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台湾于2025年正式公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台湾之盾 T-Dome， 一个宣称要投入上兆元新台币，整合所有防空战力，打造一个智慧化的超级防护系统。那么，这个被寄予厚望的台湾之盾，它究竟是要解决什么样的燃眉之急？它内部运作的真实样貌又会是什么样子？是单纯的把更多更强的导弹部署在一起，还是说在这套系统的背后隐藏着一场彻底改变台湾防御思维的战略革命？要理解为什么台湾想要构建台湾之盾，我们得先从它现在面临的防空挑战和一个最核心的痛点讲起。现代的空中威胁早已不是单一机种、单一路径的传统模式，它是一个涵盖了高空、中空、低空，飞行速度有快有慢，目标价值有高有低的组合攻击，专业术语叫做饱和攻击。在这种高强度的压力下，防守方最怕的不是武器不够先进，而是系统的反应速度、决策效率跟不上威胁出现的速度。而这恰恰点出了过去台湾防空体系一个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顾立雄在一次公开说明中就非常坦诚地点出了这个核心，那就是现在的防空系统各自为战。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理解，过去台湾的防空布局，无论是美制的爱国者导弹，还是自研的天弓系列，他们每一套系统都像一个独立的作战单位，有自己专属的雷达，也就是眼睛，有自己专属的指挥车，也就是大脑，还有自己专属的导弹发射架，也就是拳头。这种配置在一般情况下或许还能应付些小场面，但问题是，在现代化的联合作战中，这种各自为战的模式会带来几个致命的弱点。第一是系统生存性脆弱，在这种架构下，一套防空系统的雷达就是它最大的弱点。一旦这部眼睛被摧毁，那么它身后所有完好无损的导弹发射车就瞬间变成了瞎子，空有一身武艺却无法施展，整个阵地就可能陷入瘫痪。第二是作战资源浪费，因为每个系统的信息都是独立的，就很容易出现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比如爱国者系统的雷达看到了它拦截范围边缘的一个目标，但它自己的导弹可能因为角度不佳或距离太远，拦截成功率不高，而这个目标对于隔壁的天宫三型来说可能是个轻而易举的任务。但在过去的架构下，因为两个系统的之间不能直接传递信息，天宫系统对这个威胁可能毫无察觉，这就导致要么爱国者勉强发射一枚昂贵的拦截弹，要么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威胁丢过去。这在分秒必争的防空作战中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资源浪费。第三是无法发挥1+1大于2的整合效能。一个完整的防空体系应该像一个精密的人体免疫系统，所有免疫细胞共享威胁信息，协同作战。但各自为战的模式让这些先进的武器变成了一个个能力很强，但彼此之间很少沟通的独立小组，这就导致整个防空火网存在着许多看不见的缝隙，也让指挥官在调兵遣将时变得格外困难。所以台湾之盾计划的诞生不是因为台湾缺导弹，而是为了解决一个更深层次更致命的问题，即如何将这些分散部署各自为战的点整合成一个信息共享、火力互补、反应迅速的智慧化防御网。这就是台湾之盾计划背后最核心的驱动力。那台湾之盾是什么呢？根据官方公布的信息，我们可以将台湾之盾理解为一个由3大核心支柱构成的系统，它们分别是分层防御、高度感知和有效拦截。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第一大支柱分层防御。顾名思义，分层防御就是把整个防御空域像切蛋糕一样切成好几个层次，每一层都有专门的武器系统负责，确保任何高度的威胁都有对应的拦截手段。高层防御这一层是整道防线的最关键一环，主要负责拦截最具威胁性的战术弹道导弹。这些目标速度极快，拦截窗口极短，是防空体系里最难啃的硬骨头。承担这个任务的将是台湾现役的美制爱国者3型导弹，以及台湾制造的最新王牌强攻防空系统。特别是强攻系统，它配备了最新型的主动式向里雷达，侦测距离更远，精度更高。它的设计目标就是在高空中就把来袭的导弹打掉。中层防御这一层是区域防空的主力，它要面对的是数量最多的威胁，比如巡航导弹、战斗机和大型无人机。台湾制造的天宫3型导弹就是这一层的核心，目前已经部署了12套，未来还会引进美制的 NASAMS， 也就是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来进一步强化这个区域的防御密度。低层与末端防御，最后这一层有点像所谓的贴身保镖，
主要保护军事基地、关键基础设施等重要目标。它要应对的是像火箭弹、小型无人机这类成本低、数量大的消耗性威胁。这一层的武器五花八门，包括短程的毒刺导弹、复仇者系统以及传统的地面防炮等等。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这不就是把不同射高的导弹摆在一起吗？这可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的。分层防御的精髓并不在于分层，而在于台湾之盾计划下的信息整合。这就要讲到我们的第二大支柱——高度感知了。如果说分层防御是台湾之盾的拳头，那么高度感知就是它雪亮的眼睛。前面我们提到，以前系统之间各自为战最大的问题就是信息不同，而高度感知要做的就是打破所有系统之间的信息壁垒，建立一个统一的战场共同图像。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未来在台湾之盾的架构下，海军军舰上的雷达侦测到远方的威胁，而这个信息不再是只有这艘船知道，它会被实时传输给整个防空网络。陆地上的天宫爱国者系统可以提前做好准备，空中的预警机在高空俯瞰战场，它看到的敌机动态会同步更新给所有地面防空单位，甚至部署在山区的远程预警雷达，捕捉到的弹道导弹轨迹也能立刻分享给负责高层拦截的抢攻系统。简单来说，高度感知的目标就是要将所有分散的传感器，不管是陆海空，是台湾自主研发制造还是外购来的导弹，全部用数据链路连接起来，融合成一个单一、清晰、无死角的上帝视角。这就是实现最强防护的基础，也是台湾之盾从概念走向现实技术上最艰巨的一步。有了雪亮的眼睛和强壮的拳头，还剩下最关键的一环，那就是智慧的大脑。而第三大支柱有效拦截，正是构建台湾之盾的智慧核心，也是它与传统防空系统最大的区别。这里的关键字就是 AI 人工智能。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就在一瞬间，雷达上同时出现了数百个光点，它们是弹道导弹、巡航导弹，还有真假难辨的诱饵弹和无人机，它们从不同方向、不同高度袭来。在这种极端压力下，台湾的指挥官即便训练再精良，也需要数分钟的时间来评估威胁，区分优先级，再手动下达指令给发射单位。而这几分钟在战场上可能已经决定了胜负。而 AI 的介入就是要将这个决策时间从分钟级压缩到秒级，甚至更短。台湾之盾里的 AI 智慧决策系统，它在后台会做几件非常重要的事。第一点，实时威胁评估，它会根据目标的速度、高度、飞行路径，瞬间判断出哪个目标威胁最大。比如，一个朝着目标飞去的弹道导弹，威胁等级绝对是最高的。第二点，最佳武器匹配， AI 会根据所有可用的拦截武器的状态，包括它们的位置、备弹数量以及对特定目标的成功率，自动计算出最优的拦截方案。它的核心原则就是好钢用在刀刃上，用最合适的武器去打击最合适的目标。第三点是成本效益分析，也就是台湾之盾借鉴以色列铁穹的一个核心理念。AI 会避免用一枚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爱国者导弹去拦截一架成本只有几千美元的无人机，它会优先调动更具成本效益的武器，比如地面防空炮或短程导弹，来处理这些低价值目标。这些确保在持久战中，宝贵的高价值拦截弹不会被过早的消耗殆尽。所以你看，分层防御提供了拦截的硬件工具箱，高度感知提供了清晰的战场情报，而有效拦截的 AI 大脑则负责以最高效、最智慧的方式来使用这些工具。这三者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台湾之盾作战体系。它的目标不仅仅是拦下导弹，而是要在极端复杂的饱和攻击下，确保整个防御体系的运作依然保有韧性、效率和持续作战的能力。讲到这里，我们已经知道台湾之盾在军事上是要打造一个智慧化的防空网，但如果我们把视角再拉高一点，就会发现这个计划的目标远不止于此。根据公开信息显示，台湾之盾计划同时也是一个庞大的产业政策工具。首先是惊人的预算规模，台湾之盾作为台湾特别预算的核心支柱，其总规模预计将突破1兆元新台币，同时年度预算占 GDP 的比例也将目标提升至 3% 以上。这么庞大的资金投入，如果只是单纯的向外采购武器，那它对本地经济的带动效应其实相当有限，钱付出去换回产品，交易就结束了。但这次台湾之盾计划的思路完全不同，预算的3大目标中就明确写入了要持续投资创新科技，并且要透过本土研发设计、生产制造深化本土供应链。这句话背后有2个非常深远的战略意图。第一是追求军事供应链的自主与韧性，台湾过去的武器装备很大部分依赖外购，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供应链条太长，交货期不稳定，容易受到国际情势的影响。而台湾之盾计划强调了自研系统的重要性，比如前面提到的强攻、天宫导弹都是由台湾的中山科学研究院主导研发，这意味着兆元预算中会有很大一部分将留在岛内，流向本土的军工和高科技产业，从根本上提升台湾工业的自主能力和战时的补给韧性。
第二点是以台湾需求带动高科技产业升级，这可能是台湾之盾计划最耐人寻味的一环。它被视为一个为年轻世代创造机会的重点项目。报告中明确提到，要让年轻人有更多机会投入创新与高科技 AI 技术研发领域，这其实是在释放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台湾将通过军事订单这种最直接的方式，向市场注入庞大的需求和资金，引导台湾最顶尖的人才和资源流向 AI、软件工程、先进制造等未来关键领域。简单来说，这是一次以军工产业为引擎的经济转型尝试。他希望达成的效果是，今天为了开发台湾之盾的 AI 火控系统而培养出来的软件工程师，明天可能就是台湾下一个科技独角兽公司的创始人。今天为了制造强攻导弹精密组件而建立的生产线，明天也能应用于民用的航空或精密工业。所以台湾之盾它要保护的不仅是物理上的领空安全，它更希望透过这个过程为台湾的科技实力与经济未来锻造出一面无形的更坚固的产业之盾。当然，一个计划越是雄心勃勃，它在现实中要面对的挑战也必然越是艰巨。台湾之盾虽然蓝图宏大，但摆在眼前的至少有3大挑战。第一，也是最致命的，就是软件整合的技术瓶颈，这可以说是台湾之盾成败的关键。其实采购导弹这类硬件相对还算容易，最困难的是将这些来自不同制造商、采用不同数据链路、不同指挥系统的软件完美的整合在一起，这是一个世界级的工程难题。更棘手的是，台湾之盾还面临着巨大的时间压力。有专家警告，台湾现一部分美制系统的指挥管制系统，在未来几年后可能会在北约国家退出现役。这意味着，如果台湾不能及时建立起自主可控的整合系统，未来将面临无法升级、技术脱节的窘境。这等于是给这场艰巨的技术革命上了一个倒计时的闹钟。第二点是电子战环境下的生存性。台湾之盾的强大建立在高度网络化和信息共享之上，但这也让它在看不见的电子战场上显得格外脆弱。一旦 CSISR 系统，也就是它的指挥、通讯和感测网络遭到高强度的电子干扰或网络攻击，那么高度感知就可能瞬间失灵。AI 也会因为收不到准确信息而陷入混乱。如何在复杂的电磁环境下确保系统的稳定与抗毁性，是台湾之盾设计时必须克服的重大风险。第三，则是成本效益与库存的长期压力。虽然台湾之盾强调了成本效益分析，但在应对潜在的大规模、持续性的饱和攻击时，高价值拦截弹的消耗率必然是惊人的。如何在高消耗下维持强攻、I3这类昂贵弹药的充足库存，同时确保系统的产能能够及时跟上，这不仅是军事问题，更是对整个台湾工业生产能力和财政的长期考验。讲到这里，我们对台湾之盾的全貌已经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的轮廓。它并非简单的武器采购计划，而是一次深刻的防御思维转型。同时，它也是一个以技术整合为名义驱动高科技产业升级的宏大经济战略，承载着培育未来科技人才的使命。当然，这条路并不好走，软件整合的技术高墙、电子战的潜在威胁以及长期的成本压力，都是台湾之盾从蓝图走向现实必须跨越的障碍。台湾之盾能否最终铸成，不仅考验着台湾的军工实力，更考验着它的软件工程、AI 整合与系统管理能力。这面盾牌的背后承载的不仅是安全，更是一个区域的科技雄心与未来走向。好了，关于台湾之盾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别忘了点赞关注，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对于台湾之盾计划，你认为它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你又如何看待它背后的经济战略？欢迎在评论区分享给大家。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不仅超有态度，还堪称性价比之王。首先，它超级轻，拿在手上轻飘飘，穿上身更是零负担，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剧透气，就像会呼吸一样，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干爽，彻底告别黏腻感。最关键的是，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仅需很少的钱，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闭着眼入都不亏，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赶紧去抢。